检察官群体神秘而陌生，讲述检察官的涉案剧有巡回检察组等，但是专门讲述检察官技术工种的剧好像还没有过。全国首部检察技术题材悬疑剧《真相》，看检察机关痕迹检查技术人员如何通过痕检技术破获几乎接近完美犯罪的案件。男主浩哥是一个家暴只有0次和无数次的区别，因为施暴者一旦开始施暴行为，很可能会有下一次。如果你正在忍受家暴，一定要让自己早日脱离魔爪。这个女人不仅长期忍受吸毒丈夫的家暴，而且死后还被丈夫分尸抛尸海中。嫌疑人谎称妻子上吊自杀，但是面对无法自圆的谎言，承认用皮绳勒住死者，致其意外死亡。检察院浩哥和兰姐在私下暗自较劲，成为配合默契的死对头，更因机缘巧合住在了同一屋檐下。正当二人觉得碎尸案即将结案之时，案件又有了新的反转。因为嫌疑人大致承认杀死死者的皮绳已经销毁，但是浩哥在死者家后院发现一根新皮绳，证明口供和证据明显对不上。兰姐找到法医，法医处有新发现，死者脖子上伤痕十分明显，说明在死者死后还一直有人勒着他的脖子。受到羊皮材质遇水会缩水的启发，兰姐进行案件推演。案发当天，死者故意惹怒大志，将大志经常家暴自己的皮绳换成极易缩水的皮绳，浇湿皮绳，使其缩水窒息而死，不惜以自杀的方式嫁祸丈夫。细思极恐的是，死者购买皮绳的皮具店老板娘是凶手大志的前妻，且一直与大志长期保持畸形关系，后因同样被暴力对待，与大志的现任妻子成为了朋友。这样一来，嫌疑人大志的前妻具有重大犯罪嫌疑。女人如果要自私心狠起来，比谁都可怕。这个不堪忍受前夫长期家暴的女人，以为离婚就能切断自己过往的一切。然而想象不到的是，离婚之后还因经济纠葛无法摆脱男人的控制，长期以往形成了扭曲自私的性格。通过死者购买皮绳的消费记录，浩哥和兰姐将调查方向调整到与死者关系密切的女人娟子身上。娟子和死者他俩都曾经受过同一个男人的家暴，娟子和男人的离婚原因也是曾经被殴打致流产导致不孕。获得重要线索，警察来到娟子家中搜查，突然碰见大志的辩护律师也出现在娟子家。这个男二白宇与浩哥是旧交，但因三观不合，逐渐成为陌路人。这一趟来到娟子家，也是因为大志告诉小娟家有个重要物品，白宇先警方一步找到并带走了它。警方在娟子家找到同样具有吸水材质的羊皮，带回警局审问。娟子承认自己痛恨所有能为王大志生孩子的女人，因为前夫的家暴致使自己无法成为一个母亲，从而在死者求助他时自私到教他自杀嫁祸大志。案件终被告破。浩哥和兰姐在娟子家搜证时，发现10几年前国宝案的古董瓶。然而浩哥发现先一步来到娟子家中的白宇取走了另外一件物品。当警察来查验的时候，白宇已把东西转移。老板，比起
我已经拿到了。新的案件线索牵连出10几年前的旧案，与兰姐父亲的死似乎也存在某种联系。国内首部检察技术工作题材悬疑剧《真相》，以浩哥和兰姐为代表，再现真实检察技术人员的工作和生活。看看这部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2检察厅、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指导的网剧，如何运用先进的专业技术手段，协助检察官突破疑难案件瓶颈，揭开扑朔迷离的种种真相。致敬奋斗在一线的检察官。在碎尸案嫌疑人大志家中，警方查获10几年前失窃的国宝花瓶。浩哥对出现在嫌疑人家中的辩护律师白宇起了疑心，不顾多年的同学情，反手就向警方举报白宇具有涉案嫌疑，但却查无所获。于是白宇气势汹汹来到浩哥家兴师问罪，浩哥丝毫不慌，煮起了2人挚爱的咖啡缓解气氛，3两句就哄好了白宇。一旁的兰姐秒变灯泡，怪不得你们俩是好朋友。都那么矫情。此时门口传来了敲门声，兰姐开门，是一个胖乎乎的中年男子。我是林远浩的爸爸。爸爸，哎，还是浩哥父亲厉害，3两句就白捡一儿媳。没想到平时一板一眼的浩哥，还有个社交牛逼症的父亲。兰姐看着斗嘴打闹的2人，想念起10几年前因国宝案殒命的父亲，迫切找到真相。警方请来文物鉴定专家检测花瓶为高仿品，于是审问大志，询问花瓶来历。大志承认是自己14年前在博物馆偷来的赝品，并无任何犯罪同伙，但仅凭一己之力能潜入博物馆偷窃，显然大志在撒谎。检察院技术科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当年监控视频中出现的神秘人背影绝非大志，证明幕后黑手另有其人。于是兰姐对大志的辩护律师白宇更加生疑，但苦于没有证据证实。此时警方传来消息，烧制赝品的嫌疑人锁定为3个人，于是浩哥、兰姐亲自出马，在其中一名逃逸人家中发现了一件一模一样的高仿国宝花瓶。得知此事的白宇立即打电话给神秘人通风报信。冯姐已经被警察带走了，你先不要慌，真有问题我给你想办法。辩护律师白宇受到幕后 boss 的指使，从碎尸案嫌疑人大志家中拿到珍贵文物，大志以此作为要挟。那东西卖的钱我要1半，还有我要出去。但白宇面对威胁态度也十分强硬，仗着大志对幕后人毫不知情，让大志只能乖乖闭嘴。另一边，警方逮捕14年前仿制国宝花瓶的逃逸人，紧急审问。面对铁证，逃逸人承认14年前受到名为穆先生的委托，收受巨额报酬，烧制国宝高仿品，但对于此人的长相和信息一无所知。这个穆先生很可能就是和王大志联手实施盗窃的人。研究逃逸人的口供，通过关联性推测法，兰姐越想越觉得这个穆先生过于熟悉，怎么那么像一个人呀？父亲挚友情书十分符合穆先生的描述，但兰姐一想到是其为父的情书，很有可能与父亲的死有关，顿时对事实心生恐惧。经过多方排查，警方也查到情书有重大嫌疑。为了和14年前监控拍摄到的嫌疑人做对比分析，兰姐饱受复杂的内心挣扎，还是上门找到情书，偷偷用手机拍摄情书走路的背影，回到技术科做步伐特征分析，发现并不符合。兰姐顿时松了一口气。但是心细如尘的浩哥看到视频角落的补钙药，查看他的就诊记录，有了重大发现。秦修文有很严重的骨质疏松，大夫给他开了很多药。有这个症状的人到了一定年纪，身高会变矮。也就是说，由于时间过长，不乏对比结果并不准确，情书仍具有重大作案嫌疑。沉寂14年的国宝失窃案重启调查，陪伴兰姐长大的情书嫌疑加剧。正当兰姐困扰不已时，收到情书的短信：我有事儿，你自己吃吧。兰姐骑着自己的机车摩托一路狂飙，来到情书家，开门见山。秦叔，你想说什么？只见情书拿了一个硬盘交到兰姐手中。兰姐回到警局，打开14年前录音文件，录音显示父亲参与了国宝失窃案。兰姐顿感三观崩塌，强忍豆大的眼泪，让浩哥把录音交给上级。警方传讯情书，情书将所有罪责归咎到兰姐父亲身上。怕万一这个事情东窗事发之后，我也说不清楚，就留了个心眼儿，录了点东西。浩哥陪着兰姐想找到录音的破绽，证明录音真假。此时声纹痕迹鉴定传来消息，这条录音没有剪辑痕迹，至少从录音本身来看，没有任何伪造的迹象。浩哥询问情书的审讯结果，也是一无所获。林兰深感绝望无助，并且为了让兰姐不再卷入此事，领导提前批准了兰姐的离职申请，令其停止对国宝案的调查。一向冷漠无情的浩哥不仅为林兰说话，还送她回家，还煮面给兰姐。除此之外，浩哥与检察院技术科的同事一同投入战斗，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全力以赴攻破国宝失窃案。受到众人鼓舞的兰姐倍感温暖。试问，像浩哥这样的室友，谁不想拥有？而此时倍感意外的是，白宇出现在情书家中。上次给你的鼻息，你要是觉得不安全，就换个地方。
这个律师不简单，跟检察官是死党，却为碎尸案嫌疑人辩护，现如今还卷入一场14年前的国宝失窃案中。看似冷漠无情的白宇，却对自己的女人疼爱有加。这天，白宇的女友一脸忐忑，拿出医院的孕检单，显示怀有身孕。白宇激动地拥抱女友，猛嗅2口她的头发，兴奋不已。女友见情绪到了，于是灵魂发问：那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啊？结婚的事情以后再说好不好？这句话是不是似曾相识？白宇解释，再给他一些时间，似乎要处理什么大事儿，于是转头拨通杀手电话。你去找一趟秦修文吧，洗个海水澡。三蜜猜这个海水澡与洗浴中心的浴盐泡澡毫不相关。另一边，兰姐削发明志，顶着一头贴耳短发，偷溜进检察院打探国宝失窃案最新进展，却被直属领导当面逮住，只好灰溜溜地跑回家，撞见在家蹲守自己的姑姑。原来姑姑不愿兰姐以身涉险，执意要带兰姐出国，于是两人爆发剧烈争吵，气得姑姑疾病发作，兰姐只好顺着姑姑的心意答应出国。在隔音效果不佳的老房子隔壁，浩哥听到两人交谈，知晓兰姐即将离开，看见这座老房子里兰姐和父亲相处痕迹，不知是受到触动，还是不舍兰姐，主动找到姑姑劝说让兰姐留下。姑姑终于想通，答应让兰姐继续留在检察厅查找真相。兰姐喜忧参半，拿着姑姑留给自己带有父亲声音的视频文件来到检察厅，与之前秦叔给自己的音频做对比分析，真相大白，父亲终于摆脱骂名。进一步通过耳廓对比，秦叔就是国宝失窃案嫌疑人穆先生。而此时白宇雇佣的杀手正约着秦叔泡海水澡，将其一把推进海中，生死未卜。荒郊野外，野狗正在啃食人肉。定睛一看，死者正是之前推秦叔泡海水澡的杀手。大型黑吃黑现场，而杀害他的人就是大律师白宇。原来杀手在推秦叔下海后，转头就打电话要挟白宇。我路上撞了一姑娘，还在她身上弄了个小纪念品。白宇立即反应过来，杀手想利用自己和女友勒索钱财，于是向来不吃素的白宇精心策划了一次高智商犯罪，实施自己的杀人计划。接到报警，浩哥和兰姐作为检察院痕迹科杰出代表参与此案，在遗落的凶器上查到一陌生男子的指纹，带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另外，凶手在行凶后故意抛洒猪肉，引得大批野狗聚集啃食尸体，从而破坏现场，复勘案发地。浩哥在凶手故意制造的混乱信息中找到准确有用的线索，从而推理出案发过程，意识到这次遇到的凶手可不一般。一场检察官浩哥和凶手白宇的较量正在暗中展开。秦叔失踪，凶手遇害，一切的关联都指向好友白宇。兰姐浩哥很难不生疑，结果说曹操，曹操到。白宇主动找浩哥喝咖啡闲聊，好坏阵营极端对立。做检察官只会让你被束缚住，你需要更大的空间去施展你的才华。你说你这一猛子扎进坏人堆里，我是抓你呢，还是抓你？两人你来我往，相互试探，谁都无法说服谁。通过案发现场的监控录像排查可疑车辆，白宇的女友被警方盯上，找其问询，却只是因工作安排路过案发地，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但浩哥却发现了端倪。温婉驾驶比较平稳，驶入和驶出的距离差不多，但是时间差了16。国宝失窃案嫌疑人失踪，关联人被设局残忍杀害，这让一向擅长灵口供破案的浩哥犯了难。在擦杯子的时候，突然灵感乍现，大胆假设在案发现场遗留的凶器很有可能是凶手提取了他人的指纹，可以留在刀柄上，想嫁祸此人。想到这里，浩哥拽着兰姐喝咖啡讨论案情，兰姐立马就 get 到浩哥的想法，提到一个新发现，这个指纹的主人是白宇的大客户，白宇能够轻而易举拿到他的指纹。这个宋白宇和古平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只不过现在我们找不到证据。果然，技术科验证了浩哥的猜想，这枚指纹是被凶手伪造的。那么，懂得指纹提取技术的凶手，一定是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现今，所有推测都指向白宇。浩哥和兰姐却苦于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他的作案嫌疑。就在此时，得到一条新线索。公安在进一步勘查车辆时，在副驾驶发现了一些毛发和一些极其小的纺织品纤维，样本都属于秦修文。刚推测出白宇的作案嫌疑，现警方找出直接证据，锁定失踪的老秦为重大嫌疑人。于是兰姐和浩哥越挫越勇，继续在现有证据上寻找新线索。终于在车上发现了海洋生物，通过对附近海域的对比分析，找到了秦叔失踪的海滩。浩哥和兰姐完美配合，通过一系列论证推翻了秦叔的杀人嫌疑，并且失踪的秦叔很有可能已被谋杀。在心中已经得出结论的浩哥，于是约白宇来到家中，就是想跟你聊聊完美犯罪。这个男人戴上眼镜，是个关怀备至的绝世男友；取下眼镜，却是个十恶不赦的杀人恶魔。此刻，他正在用那双杀人的手，把怀孕的女友圈在怀中。敲门声响，男人不慌不忙起身开门，原来是他的检察官好友浩哥。男人一边热情将浩哥迎进门，一边挥手示意女人躲起来，明显不想让浩哥知晓他俩的情侣身份。谁知业务过硬的痕检专家进门还不到1分钟，就发现了端倪。看来是我打扰你和你女朋友2人世界了。一直在搜集男人犯罪证据的浩哥劝诫2句后便匆匆离开，但知晓男人杀人事实的女友做贼心虚，
收拾东西就要离开。于是男人拨通母亲电话，邀请母亲一同出国过正常生活，这才哄好了女友。按理说，顶着杀人嫌疑犯的身份，男人应该夹着尾巴做人，但偏偏心理素质过硬的眼镜男，不顾众人诧异的目光，疯狂挑衅，明目张胆来检察厅找浩哥，似乎告诉众人，全世界都知道我的杀人事实，但就是找不出证据将我绳之以法。于是警方转头就冻结了眼镜男的护照，限制眼镜男出境，还安排对案发当天开车出现在案发地的眼镜男女友做测谎。谁知狡猾的眼镜男交代女友以怀孕作为借口逃脱测谎。3个月前在酒吧喝多了，有过一次一夜情。另一边被推下悬崖泡海水澡的老秦逃脱一死，终于现身。第一个联系他的正是雇凶杀他的眼镜男。交谈之中，眼镜男同时提到两人幕后的大 boss。为求保命，老秦亮出了底牌。应该所有犯罪证据都会在公安局的桌子上。想弄死我，咱就鱼死网破。这个眼镜男前一秒还满脸父爱，看着自己未出生宝宝的 B 超照，后一秒就因母亲拒绝和自己生活情绪崩溃。我说不会让你失望的，你听见了吗？我比有气不有钱，听到了吗？为什么不能让你们失望？谁曾想，这个连杀人都不带眨眼的男人，会因为家庭关系展现情绪失控的一面。也许只有缺爱的小孩才想满足所有人的期待，才会一步步跌入灰暗，坠入深渊。眼镜男面对掌握自己和幕后 boss 犯罪证据的老秦，电话联系提出见面，并且为了洗脱嫌疑，主动向警方报备通缉犯老秦的踪迹。秦修问我可不可以当他辩护律师，帮他打这个官司。挂完电话之后，我第一时间联系了警方，然后转头就避开警方的监控，约见老秦。我们得先避一避，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做，我保证你能活着。将老秦安置在一个隐蔽的集装箱，面对如此阴险狡诈之人，警方决定对眼镜男进行仪器测谎。而身为眼镜男好友的检察官浩哥，基于对眼镜男的了解，则在一旁打辅助。您吃过早饭了，是吗？不是。你今天吃过早饭了，是吗？是。眼镜男的心理素质果然非同一般，可以自由控制情绪，完美躲过测谎仪的监测。眼见没有效果，浩哥回想起大学时期，眼镜男对家庭话题比较敏感，于是换方向进行攻破。你问他，你知道你的家人也在犯罪吗？果然，测谎仪显示男人的情绪开始有了波动。眼镜男猜到能对他这么了解的，只能是自己的好友浩哥，于是浩哥干脆亮明身份，两人直接对话，你来我往，相互博弈。这是我见过心理素质最强大的男人，不仅亲自动手制造了完美杀人的现场，还能自如控制情绪，顺利通过了测谎仪的检测。面对这样的结果，警方不得不放走眼镜男。但这次测谎，痕检专家浩哥并不是一无所获。我知道他撒谎了。在浩哥心中，已坐实了眼镜男杀人事实，并且推测在他背后有一个一直想要保护的人。为了找到真相，浩哥越挫越勇，对线索展开更加细致的查找，分析案件信息。一个刻意留下的破绽就不能叫破绽，而是信息。大马案凶器的指纹还有作案地点都指向了一个人，志杰淮南的赵东成。顺藤摸瓜，案件有了新的侦查方向。正好赵东成公司的垃圾处理厂存在违规操作行为，正在立案调查。而眼镜男作为对方公司律师，今也主动提出配合调查。于是，本是相互对立的浩哥和眼镜男一起来到赵东成的垃圾处理厂，共同合作搜集工厂污染环境的证据。谁知这个流氓工厂派了一帮打手，明目张胆殴打公职人员，抢夺拍摄取证的航拍器。浩哥和眼镜男携手梦幻联动，一同守住了拍摄证据的储存卡，这让浩哥回想起两人的情谊。如果路要走错了，你可得回头啊！可是眼镜男深知他已经在一条错路上走得太远，无法回头。根据浩哥带回的工厂附近航拍照片，证实赵东成工厂的确存在环境污染的问题。而此时的眼镜男已经办好假护照，准备畏罪出逃，却发现有辆车正在身后跟着自己。这一对偷偷摸摸约在咖啡厅见面的男女，如果不提前告诉你是母子关系，你肯定还以为是谍战片里的两特务接头。在两人冷漠疏离的对话中得知，这个母亲似乎早已知晓了儿子的犯罪事实，再次拒绝了儿子一起出国的邀约，并且为了保护那个幕后的 boss， 叫儿子不要乱来。于是两人不欢而散。被母亲拒绝的眼镜男开始积极谋划自己和女友的出逃大计，表面上帮助赵东成公司逃脱污染环境的罪名，背地里却想借由转运垃圾出国来逃出警方管控。被警方盯上的赵东成眼见警察都已经查到自家工厂，明显有些坐不住了，想要用钱收买当地居民抵抗警方取证。宋律师，你马上去找那帮养殖户，按照每人15万的标准去谈，先把这事平了再说。果然，有钱能使鬼推磨。在当地居民的强烈反抗下，检察厅工作人员只好先行撤退。但害怕赵东成销毁证据的浩哥和兰姐，岂能善罢甘休？趁着夜黑风高，心有灵犀，一起偷溜进工厂，私下取证。被工作人员发现后，疯狂逃窜。等到警方赶到现场支援，这才躲过了一劫。但是这一次，两人的行动却意外查获出一桩命案。
这个被藏尸在垃圾车上的女人，正是前段时间还在采访检察厅同事的罗记者。看到这个熟悉的面孔，兰姐心痛不已。根据嫌疑人交代，罗记者偷偷潜入工厂调查环境污染案，被工厂员工发现后殴打坠楼致死。根据血液喷溅情况，兰姐有了重要发现。这个血迹的边缘有没有可能是文件类的纸制品？你把这两天粑粑给我带出去啊！这个浑身散发着粑粑味的白发男人，已经在密不透风的集装箱里住了好多天。男人情书为了活命保平安，拿捏着能扳倒幕后 boss 的证据，威胁想要杀死自己的眼镜男，带他一同出国。于是也想逃脱幕后 boss 控制的眼镜男，为了拿到证据，只好答应合作。两人合力掳走了一工作人员，扒下他的工服，给情书换上。此时眼镜男也趁乱逃出。两人在车上会合后，老秦为表诚意，向男人展示了证据。这个是给你看内容用的，我有的是备份。眼镜男瞬间臭脸，但也只能答应带老秦离开。而他们的一切举动却已被人暗中盯梢。另一边，为了找到罗记者用生命保护的文件，检察厅的大领导熬了好几个通宵，在成堆的碎纸里拼凑出这一份重要文件。这份文件清晰地表明，智捷环能有限公司涉嫌犯罪。幕后 boss 终于现身，此人正是赵总他爹。分析形势，弃车保帅。集团已经做了切割，记者会给你准备好了，你必须在媒体面前向大众认错，听见没？于是小赵总只好乖乖照做。在眼镜男和情书逃走后，阴险的大 boss 偷走了眼镜男女友的手机，拨通眼镜男电话。小婉，登机了。白玉，你这是要不辞而别呀？借此威胁眼镜男乖乖来见他。与此同时，与眼镜男分头走的情书来到指定会合地点，等来的却是老板身边的熟人。老秦拨打了兰姐的电话。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顾家村这个鱼棚等着。千万不要招惹这个反派的女人。之前有个男人只是拿了他女友的纽扣，就被他残忍杀害，横尸荒野，喂了野狗。现如今，老板只是借用他女友的手机打了个电话，眼镜男就生生咽下装有老板犯罪证据的芯片，拿着自制的汽油炸弹，打算拼个鱼死网破。一家三口终于团聚。原来这个被眼镜男叫老板的男人，正是他的生父。事实证明，永远不要触碰一个反派的软肋，不然发起狠来，连自己都怕。另一边，兰姐接到情书求救电话，就立刻通过电话搜索到情书的位置，顾不得自己安危，火急火燎赶去营救。但兰姐毕竟不是打手的对手，没救成情书，反被锁进冷库。匆匆赶来的浩哥为了救兰姐，也被困进毒气室。还好警察及时赶到，避免两人无端送人头。而此时的情书已被打手押送到老板身边，身后之事被老板安排得明明白白。把它装在白玉后备箱里，你跟小文说你把这个混蛋的车给我处理了。狠人他爹果然是名不虚传，小手一挥，老秦就领了盒饭。而再次被母亲拒绝一起生活的眼镜男，留下一句后会无期，便匆匆离开，至此失去了联络。这个心理素质极强的黑帮母亲，似乎对儿子失踪并未感到好奇，化身慈母找到儿子女友。你是温婉吧？我是白宇的母亲。不仅温柔宽慰儿媳不要担心失踪的眼镜男，而且还主动提出接儿媳一起生活，以便更好照顾她腹中的孩子。这个被婆婆温柔炮弹迷惑的女孩，内心开始动摇。哪儿啊？赶紧给我回个信息！听见没有？这个对着手机绝望呼喊的女人是一个孕妇。此刻，她正因为男友的神秘失踪变得情绪崩溃。于她而言，男友不仅是孩子的父亲，更是拉她逃离深渊的骑士。4年前，女人还是小赵总身边唯唯诺诺的小秘书，因为被顾客故意刁难，拿不到合同，小赵总就把她骂个狗血淋头。得知情况的眼镜男不知是怜香惜玉，还是一见钟情，一通电话就帮女孩搞定了此事。老王，我女朋友叫什么？温婉。小婉，给你递了合同，你弄丢了是吧？你还想不想跟东汉集团合作了？如果不想的话，准备关门吗？这谁招架得住？于是眼镜男顺水推舟就成了女孩的男友。但是谁曾想，这个拉你出深渊的人，会把你推向更深的地狱。身负杀人嫌疑的眼镜男在失踪后，警方找到女孩，将其带走问询。当警方一点点攻破女孩的心理防线时，眼镜男的反派母亲匆匆赶来救驾，用最温柔的语气说着滴水不漏的话，3两句就打发了经验老道的警察，还成功劝说儿媳把她接到了自己身边。而这个白天里温柔体贴的婆婆，一到晚上就被自己老公安排亲自盯梢非法生意，秒变黑帮大佬，眼神里都透露出凶狠歹毒。另一边，伤势过重的兰姐终于从医院里醒来，根据回忆准确描述出绑走情书袭击她的打手画像，而且回想起情书交代她14年前的丰田车上有她想要的证据。此时警方有了重大发现，我们在乌灵山湖底发现不明乘车，这是我见过心最大的母亲。儿子身负杀人罪名，神秘失踪10多天，除夕之夜她还领着儿媳看烟花，畅谈儿子回来后的幸福生活。谁知一通电话彻底粉碎了2个女人的幸福幻想。不可能。
你怎么确定那是我儿子？两人匆忙赶到公安局，看着被白布蒙住的2具尸体，不同于儿媳当场就情绪失控，这个母亲表现得极为隐忍，只是缓缓走到其中1具尸体面前，询问儿子死因。在看见溺水身亡的儿子尸体已经高度腐烂，并且已经被警方解剖，这个母亲痛心万分，强烈要求带儿子回家。在遭到拒绝后，把儿媳送回了家，在车里跟老公打电话告知儿子死讯，终于再也忍受不住，失声痛哭。挂断电话的老赵总立刻明白是自己骨肉间的自相残杀，抽出自己的皮带，一脚踹飞了小赵总，拿着皮带就往死里抽。等母亲赶到，看到被打的小赵总，就立刻明白了怎么回事儿，于是发疯似的暴揍丈夫原配的儿子，并且撂下狠话：你不可能永远躲在赵人身后，我儿子不会白死。作为死者唯一的朋友，痕检科浩哥配合警方复勘死者家中，希望能找到一些线索。凭借着对死者的了解，浩哥回忆起两人相处细节，毫不费力就找到了死者留给自己的线索。这是一个只有我才能找到的证据。原来死者在两人都爱的咖啡豆里藏有自制的鲁班锁，并且在内部放置了一块存储芯片。浩哥层层闯关，不仅找到了线索，还巧妙破解了鲁班锁的谜题，成功取出了存储芯片。这个技术男一脸自信地把杀人凶手白宇留下的存储卡插进电脑，大放厥词，分分钟破解密码。但谁知 U 盘里全是白宇生前安装的电脑病毒，一下子就入侵了检察厅所有的网络系统，造成70%的电脑瘫痪。检察厅上下顿时乱成一锅粥，技术男慌乱到毫无办法，必须正确输入凶手设置的密码，否则后果难以想象。危机时刻，兰姐提醒浩哥想一想自己与凶手有关联的数字。最后关头，浩哥终于想起两人初识的日子，终于在最后一秒验证通过，这才看到 U 盘里是白宇生前留下的最后一段视频，透露给浩哥一串密码，想以游戏的方式与浩哥告别。可惜，我也不知道一切的真相，但我会是证据链的一部分。再见了，我的朋友。当然，作为这个世界上最了解白宇的人，浩哥破解了谜底的英文在未来，突然被两人的友情磕到了。为了调查白宇遇害案，警方查到白宇生前出现的最后一个地方，正是老赵总家中。但是老赵总果然是老奸巨猾之人，和小赵总完美打起了配合战，用一套严丝合缝的说辞，帮助自己的儿子洗脱了嫌疑，支走了警方。除此之外，法医在解剖白宇尸体时，在他的胃里发现了生前吞进去的 U 盘，正是老秦一直拿捏在手中的犯罪证据。你就发火我们本小友。这是一段来自14年前的录音节选，记录了兰姐父亲遇害那晚的事情，并且技术人员通过分离音频发现，除了兰姐父亲和秦叔之外，现场还有第3个男人的声音。14年前的古平案重启调查，牵涉多个知情人丧命，幕后真相正被悄然揭开。为了调查关键证人宋白宇的遇害真相，检察厅决定重启对赵氏父子的调查，派兰姐配合警方复勘赵家。技术过硬的兰姐一进门就看出卧室有被撬过的痕迹，果不其然，久不进老板卧室的管家这才发现保险箱中价值200万的4根金条被偷走。兰姐浩哥分析作案手法，发现此人可能十分了解赵家别墅，并且犯罪当天和宋白宇失踪那天刚好重合。那个时候正好宋白宇来到赵家，就算他看不见什么，但很有可能他能听见什么。根据特征，警方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并且在他家中搜到了赃物。面对铁证，这个有着多个盗窃前科的滚刀肉油腔滑调拒不承认。所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兰姐查看盗窃者资料，发现他是为了患有白血病的女儿，才会时隔7年再次实施盗窃。善良的兰姐动了恻隐之心，不仅在医院看望盗窃者的女儿，而且主动垫付了医药费。所以在问询盗窃者时，兰姐用她疼爱女儿这一点，终于撬动了他的嘴，说出了案发当天经过。原来身为小区清洁工的他，见案发当天赵家支开所有员工，并且关了小区监控，机会难得，所以实施了盗窃。我刚要走，我听见那个就好像是从那个楼梯上啊，就滚来什么东西似的。根据盗窃者口供，警方取走赵家楼梯地毯，发现了有被清理的血迹。此时传来一条重要线索：赵家地毯的血迹分析报告出来了 ，DNA 检测结果是宋白宇。这是我见过最偏心的父亲，得知原配之子杀了自己的私生子，只是象征性的给一顿毒打，便极力隐藏儿子的杀人事实。对于警察问询地毯上出现的血迹，两父子早已提前统一口径，配合默契。东城不成熟，是我打的。诬陷宋白宇用集团机密威胁两父子谋财，期间发生过推搡，宋白宇滚下楼梯才沾染血迹。面对这对父子滴水不漏的说辞，警方没有证据，只能放走了两人。由于过度偏袒自己的逆子，白宇的母亲已经对丈夫心生嫌隙，表现得十分冷淡。在没跟丈夫沟通的情况下，把两人在海外的资金转移一部分给儿媳，让她尽快出国，似乎自己早已有所打算。
面对行为举止如此怪异的婆婆，儿媳温婉私下找到男友生前挚友，想要打探男友遇害案最新进展。告知失联当天自己手机被盗之事，但蹊跷的是，浩哥查看宋白宇通话记录，发现手机被盗后，有人用女友的手机曾给宋白宇打过电话。另一边，技术人员通过再次分析宋白宇胃中音频 U 盘，判断当时音频中出现的第3个人很有可能是杀害兰姐父亲的真凶。那现在找出音频中第3个人是案情的关键，对吧？根据音频中出现的轮船汽笛声，兰姐开始排查码头附近的渔具店，线索正被层层剥开，真相呼之欲出。而兰姐作为检察官助理第一次上庭，就是赵家的盗窃案。本以为人证物证俱在，案件能很快结案，但是不料盗窃者竟当庭翻供，承认自己不光参与盗窃，而且杀人，将矛头直指兰姐。是检察官在让我撒谎。这是现实版《农夫与蛇》的故事。检察人员兰姐因为动了恻隐之心，不但在私下好意探望盗窃犯患病女儿，而且为其主动垫付药费，帮助这个家庭渡过难关。谁知这个盗窃犯在私下收受律师贿赂，当庭翻供，顶替杀人罪名，还要诬告帮助自己的检察官。这位林检察官心理上好像有些问题，他可能一看到没父亲的小女孩，就想起了自己了吧。兰姐委屈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下庭之后，兰姐被迫停职，心情低落。浩哥一句话点醒了兰姐：唆使流动去陷害你的这个人，肯定跟真凶有密切的关系。当警方调查贿赂盗窃犯的律师时，却已被老奸巨猾的老赵总送至国外，并且严厉训斥自己儿子。用这种愚蠢的办法，只能让自己露出马脚，并且为了更进一步洗脱嫌疑，在被警察盯上之时，老赵总还嘱咐一定要高调行事，加大公司宣传规模。我们东韩集团决定以星光剧场的名字成立一个星光基金，剧场的全部收入都会用来帮助患有白血病的儿童。为了替兰姐洗脱嫌疑，女上司亲自审问盗窃犯，用连续不断的细节提问，对盗窃者制造心理压力，找出回答漏洞。之后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用兰姐的身世以及兰姐对女儿的关心来唤醒盗窃者父爱的良知。终于盗窃者承受不住压力，松了嘴。我开始都是撒谎，都是在撒谎。我根本就没有杀宋白宇。嫌疑犯认罪，兰姐终于恢复清白，复职工作。兰姐能否亲自揪出14年前杀害父亲的真凶？这个儿子死了都没掉一滴眼泪的黑帮大佬，此刻正蜷缩在地板上，怯懦得像个孩子。在媳妇儿温柔的抚慰下，老赵总终于恢复了平静，从梦游中慢慢苏醒过来。想不到平日里沉稳内敛的大佬，由于童年的某些遭遇，竟有如此狼狈不堪的一面。这对前一秒还在相互安慰的患难夫妻，后一秒男人就派人监视妻子的行踪。被发现之后，妻子一个电话就打给了老公身边的下属，把你的人撤走。夫人，我觉得您那边是不是哪那么多废话，滚！深知老婆脾气的老赵总轻蔑一笑，仿佛在说我的女人果然不一般，于是撤走了对夫人的监控。刚刚发生的一切被单纯的儿媳看在眼里，心想什么家庭还能安排4、5辆车监控着？看着眼前这个掌控欲超强的婆婆，温婉提出了一个叛逆的要求：阿姨，我想搬出去，可以吗？只见眼前这个婆婆一改平日里温柔的模样，变得冷漠凶狠起来，吓得温婉赶紧乖乖闭嘴回屋。另一边，检察厅技术男找到白宇生前加密的隐藏邮箱，浩哥自然担负起破译密码的大任，用之前白宇视频留下的英文谜底做尝试，显示密码错误。浩哥突然想起2人大学时形成的默契，把字母和字母之间的空格都改成大写 X。果然验证通过，发现宋白宇长期和一个叫老金的外国人保持邮件往来，虽然说的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问候，但是实则用某一个独特的密码本传达6位数的数字。回到家的浩哥正在独自研究白宇留下的谜题，突然接到了白宇女友的电话：带我去趟警察局吧，我要自首。哪那么多废话，滚！有个反派大佬当婆婆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人前温柔贤惠、知书达理，人后凶狠阴险、掌控欲超强，硬塞巨额存款，一心保住儿媳肚子里的独苗，将娘俩送出国。当然，身为杀人犯的女友也不是那么好掌控的。为了查出男友遇害真相，阻止婆婆送自己出国，温婉主动来到警局自首，承认之前为男友做杀人伪证，助其制造不在场证明。等到婆婆赶到时，已经为时已晚。鉴于温婉现在处于妊娠期，我们不会申请对她逮捕，在此期间，她不可以离开韩江。此时的婆婆彻底放下伪装，被不成器的儿媳气得牙痒痒。另一边，检察厅的一行人由于无法破解邮件密码的含义，决定铤而走险，单向与老金取得联系。浑然不知，这个老金就是反派老赵总。看到死去儿子发来的邮件，老赵总猜出对方是警察后，深谙网络聊天技能，用万能表情结束了聊天。
留下一脸蒙圈的检查人员。此时的浩哥提出了一个大胆假象，想起前段时间宋白宇留下的照片中，刻意留下一张30年前的报纸，记录当初由兰姐父亲侦办的金家灭门案，至今还未结案，只留下一个叫金一桐的幸存者早已不知所踪。于是浩哥作死发问：“你是金一桐吗？”老赵总并未回复，但明显触及软肋，立马吩咐手下找到浩哥同父异母的妹妹，发去威胁视频。好吃吗？很吃，好吃，下次再给你们。虽然并未对浩哥妹妹动手，但着实威慑到了浩哥。之后查看妹妹短暂失踪的监控视频，兰姐一眼就认出此人正是当初带走情书的黑衣人。这是一个为了报恩可以不要命的男人。自从被夫人捡回家，这个男人就跟着她的丈夫老赵总出生入死。平日里不仅帮着经营走私文物的勾当，甚至被老板当枪使，身上背负多条人命。但最害怕的是老板内部闹了矛盾，面临选我还是选他的战队难题。可这世界上老板只有一个。于是男人冒着丧命的风险，选择暗中帮助夫人搜集老赵总的犯罪证据。尽管十分谨慎，但是还是被多疑的老赵总查出了端倪，约男人来到自己私人场所。这一杯酒没有毒，这一杯酒有毒，你选。果然还是这个男人有骨气，2杯酒都喝下了肚，没走2步当场死亡。等到夫人赶到时，男人已经被老赵总烧成了灰，即将做成新的砖头填补在老板椅子下。面对如此阴狠的丈夫，夫人想到2人刚在一起时，男人对着腹中的儿子温柔深情的模样。现如今儿子和义子都因他而死，夫人气势丝毫不弱，2人关系对峙而立。另一边，兰姐重查父亲遇害案资料，发现一处十分可疑的地方。当初父亲任职时经手的一起抢劫杀人案，被处以死刑者的父亲与当年撞死父亲的是同一人。虽然当时警方并未查出2者有何关联，但是兰姐还是亲自调查，多次寻找，才找到这个躲着自己的牛爷爷，支支吾吾递给兰姐被领导踩坏的老式手机。把它修好，我把我知道的一切都会告诉你。正在此时，警方调查白玉母亲，查到老赵总和白玉的母亲关系非同一般，所以公安现在高度怀疑宋白宇很有可能就是宋锦绣和赵瑞的孩子。这个女人活了大半辈子，依旧是个恋爱脑。年轻的时候，为了让男人飞黄腾达，怀着孕也甘愿让出正宫地位，看着男人娶妻生子，实现阶级跨越。赵瑞，你跟谁通电话呢？喂。自己却和儿子蜷缩在出租屋度日如年。等年纪大了，不仅拖儿子下水帮男人经营走私犯罪的生意，而且连累儿子因此丧命。当女人得知亲儿子被男人和其他女人生的儿子害死之时，终于让这个女人清醒了过来，一口拒绝了与男人一起潜逃出国的邀请，一心找男人要一个说法。于是男人叫来了害死自己亲哥哥的逆子。爸，阿姨，我错了，我当时真的不是故意的，我真没想到我哥能死啊！见女人并不接受逆子的道歉，男人告知将大部分家产留给死去哥哥的骨肉，这下让小儿子慌了神，口不择言，彻底惹怒了女人。我儿子死了，你就想花点钱把这事了了？我要他偿命！见男人迟迟不肯动手，女人毫无表情将烧红的刀戳进男人儿子的大腿，让他给死去的儿子磕头认错，这才平息了女人怒火，留了他儿子一命。当警方终于查到这对反派夫妻和遇害宋白宇的真实关系，叫男人老赵总前来问话。宋白宇是我们的儿子。老赵总终于向警方坦白了自己与白宇的父子关系，并且将所有脏水都泼到白宇身上，全力保住了自己的小儿子。临走时，男人看见白宇生前的挚友，饶有兴趣地叫住了他，摆出一副恨铁不成钢的父亲模样。但是身为检察官的好友，怎么能看不出端倪？有伤感，有愧疚，但是滴水不漏，有点奇怪。这个一把年纪还受到老板欺凌的牛爷爷，就因为说错了一句话，就被老板一边辱骂，一边毫不留情用脚疯踩他的老式手机。被兰姐他们看到制止后，害怕丢了保安饭碗的牛爷爷还点头哈腰的说都是自己的错。这天晚上，正在公司值夜班的牛爷爷受到老板娘的指令，开车送醉酒的老板回家。谁知道车开到中途，这个老板突然心气不顺，又一次出言不逊羞辱牛爷爷。牛爷爷实在气不过，于是把车开到荒郊野外，扔下醉酒的老板，想给他一个教训。谁知道第2天警方找上了门，把他带进局里，指控他故意杀人。原来他的老板当晚就死在了荒野，他理所应当成为了杀人凶手。当兰姐得知这个消息，情绪异常激动，因为这个牛爷爷就是当年开车撞死自己父亲的货车司机。在回溯案情时，大家发现这个男人的死存在诸多疑点，于是提出对尸体进行解剖。另一边，反派夫妻对这个男人的死也表现出极大关心，因为这个男人正是参与他们走私生意的下属。为了不耽误自己的生意，刚刚平息2人矛盾的老赵总又一次作死发言：我准备让东城给你打下手，等咱们货一出干净，我们就一起走。听到男人不仅要让杀死自己儿子的人参与生意，还想带着他与另一个女人生下的骨肉一起潜逃出国。女人这次终于死心，流下了绝望的眼泪。于是女人表面上乖乖听话，领着初次接触海上走私生意的男人儿子，却故意在交易中留下带有他儿子指纹的行李箱，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我们找到了你走私交易用的木箱，上面有你的指纹。这个男人怀揣一把尖刀，偷偷尾随在小女孩身后，想杀死这个孩子。当男人刚想下手，看见小女孩热心帮助推着3轮车的老奶奶，女孩的善良让男人心一软，打消了这个念头。原来，这个男人之所以想对小女孩下手，是因为他曾跪在地上哀求小女孩的父亲，想让他放过自己犯了抢劫杀人罪的儿子。在受到女孩父亲义正言辞的拒绝后，心生恨意，想让大公无私的警察也体会到失去至亲的痛苦，于是才有了刚刚的一幕。但是不久后，他还是开车撞死了女孩的父亲。警方判定并非故意杀人，属于车祸意外身亡。20年后，这个男人变成了胡子花白的牛爷爷，卷入另外一桩杀人案被警方逮捕。但是当法医解剖完死者尸体，发现大量证据指向死者的妻子。朱明是我杀的，我想跟他离婚。原来女人不堪忍受男人出轨家暴，于是在男人茶水中长期放入大量的麻醉剂，引发心脏麻痹后死亡。牛爷爷洗脱杀人嫌疑，本该离开，但是在警局，他单独会见了屡次对自己出手相救的兰姐，讲述了他父亲遇害案的真相。原来当年有个神秘人利用男人对兰姐父亲的恨意，扔下一笔现金和手机，远程指控牛爷爷开车撞向晕倒在马路中间的兰姐父亲，连人带车坠入湖中。几十年来，牛爷爷无时无刻不受到良心的谴责，说出了迟来的道歉。对不起。回到家中，兰姐看见一个寄给自己的信封，打开一看，是一个内存卡，里面记录了父亲遇害前的完整录音。你们走私认了吧？我认识你。91年金家灭门案，有个人失踪了。这个母亲满脸是伤，绝望地望向熟睡中的孩子，起身打开家里的煤气罐，关上窗户。最后母亲死了，小男孩活了下来。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望，才能让一个母亲要带着自己的孩子自杀？原来女人丈夫死后，丈夫的无赖弟弟想把哥哥留下的饭馆占为己有，不仅天天过来捣乱，还经常对这对母子拳脚相加。然而厄运专挑命苦的人，在这个母亲去世后，无赖叔叔不仅霸占了家里的餐馆，而且对小男孩的虐待更是变本加厉。终于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无赖叔叔把小男孩五花大绑扔在郊野，用马粪堵嘴让其窒息，想弄死这个拖油瓶。但顽强的小男孩还是活了下来，仇恨的种子在心中萌芽。陈少忠，你弄不死我，我就弄死你。当初那个死里逃生的小男孩，变成了如今心狠手辣的老赵总，不仅改名换姓，杀人走私疯狂敛财，而且几十年前杀死了叔叔一家，制造了轰动一时的金家灭门案，至今逍遥法外。在神秘人寄给兰姐的录音中，检查人员发现当初这个失踪的小男孩很有可能就是文物走私案的幕后大佬，所以找出小男孩的真实身份成为了关键。此时老赵总家中内部矛盾升级，夫人一心想替死去的儿子复仇，于是趁着老赵总小儿子第一次参与走私交易，这个后妈便故意留下了带有老赵总儿子指纹的走私箱。于是警方出警逮捕了小儿子，这让老赵总彻底坐不住了，主动找到浩哥发出威胁：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家人。这是一个为了给死去儿子复仇，宁愿付出一切的女人。我在心里面答应过我儿子，所有害过他的人都要受到惩罚，包括我自己。当得知儿子死讯的那一天，女人终于清醒，开始暗中搜集自己丈夫的犯罪证据，终于被老赵总发现，把女人叫到了身边。你准备什么时候把丰田车里的东西给我呀？见女人迟迟没有反应，老赵总拿出女人搜集自己的关键性犯罪证据，一把扔进火炉，继续 PUA 女人，挽回女人的心。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跟了自己一辈子的女人已经将手机里的证据备份匿名寄给了兰姐。根据手机里的录音，警方得知20多年前制造金家灭门案的金一桐就是幕后走私的大 boss， 很有可能就是现在的老赵总。此时被后妈弄到警局的小儿子成为证据链中最关键的一环。于是检察厅的技术人员故意激怒小赵总，供出了自己的后妈。金发墨镜女是宋锦绣吗？对，就是宋锦绣。宋锦绣她就是个心理变态，她自己死了，儿子就要拉上我们所有人给她陪葬，凭什么呀？聪明的女人显然早已有所准备，在交易当天使用替身伪装成金发女人参与交易，为自己准备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彻底将男人小儿子走私罪名坐实。我就这么2个儿子，一个死了，另外一个你让我。男人终于明白，女人这次是要玩真的。此时，在检察院技术科的浩哥想到了一条能证明金一桐就是老赵总的关键信息。我一直在看金家灭门案的卷宗，我觉得以现在的技术，完全可以重新对这些物证进行检测，或许会有新的发现。现代破案技术有多牛？为了证实老赵总就是20多年前金家灭门案的凶手金一桐，检察人员浩哥在当年留存的凶器上提取了一枚被覆盖的指纹，采用分区处理的方式证实该枚指纹来源于灭门案的真凶。但狡猾的老赵总早年间在国外做指纹替换手术，所以指纹并不匹配。于是浩哥另辟蹊径，这指纹可以重叠，血迹会不会也能重叠？
果不其然，在刀柄上提取的血液中发现，除了有金家遇害的3人血液之外，还有第4人。通过 DNA 鉴定，这第4个人就是凶手金一桐。为了不打草惊蛇，警方采集了赵总儿子的 DNA， 对比后发现老赵总就是金一桐。终于，所有证据链形成了闭环，警方立即出警，对老赵总实施抓捕行动。先把夫人安排好，下面再考虑温婉。想不到老赵总作恶多端，对夫人的确是真爱，只是法律不会放过一个恶人。警方还是先一步找到了宋锦绣，并且带走了销毁完所有文物。正等待警方抓捕的老赵总，在警方的问询下，宋锦绣对于丈夫隐藏身份、走私杀人犯罪一事全盘托出。是谁杀死的宋白宇跟秦秀文？宋白宇的父亲金一桐。对于夫人的指控，双手沾满鲜血的老赵总不愿多言，只要求见一见兰姐和浩哥，在他们面前说出了金家灭门案、宋白宇真正死因，以及14年前兰姐父亲遇害案的真相。与天、与地、与人斗，其乐无穷。一桩家暴分尸案牵扯出10几年前的国宝失窃案，让跨国作案的文物走私犯罪集团悄然冒头。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随着幕后 BOSS 的落网，又将揭开多起尘封旧案真相。你小的时候有没有被人绑在树上，嘴里塞满了马粪，然后看着你自己的母亲被人欺凌、被人殴打？由于童年长期受到亲叔叔虐待的阴影，让年幼的金一桐形成扭曲暴力的性格。金一桐供述他在成年之后，一个大雪之夜，他找到叔叔一家复仇，残忍杀害了叔叔一家3口，甚至连年幼的小孩都没放过。对于自己犯下的罪行，金一桐毫无悔过之意。杀人犯罪之后改名赵瑞，靠文物走私生意发家敛财，直到被拦截的警察父亲通过同伙查到了走私文物的藏匿窝点，撞见了在此等候他的金一桐，当面识破了他的真实身份。我认识你。91年金家灭门案，有个人失踪了，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找到的。金一桐吧？金一桐佯装认罪，实则起了杀心，伙同同伙掐晕了兰姐父亲，之后借其仇人之手制造了兰姐父亲的死亡。此后，金一桐非但没有就此收手，反倒更加肆无忌惮，走私犯罪生意越做越大，甚至让自己的儿子白宇也参与到走私犯罪的生意。当白宇开始反抗父母给自己安排的命运，带着女友准备出逃之时，被金一桐察觉，把儿子叫到家中，说出了白宇死亡的惊人真相。都说虎毒不食子，但是这个冷血的男人在警局承认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儿子。白宇来到别墅以后，我为白宇准备好钱，我希望能够把这么多年对他的亏欠补偿给他。根据金一桐的证词，当天小儿子得知白宇就是他同父异母的哥哥，引发反派家庭内部的矛盾。在争执之中，金一桐失手将儿子推下楼梯后，误以为儿子死亡，于是慌乱中戴上金色假发套，然后将白宇放在汽车后备箱，将车抛尸湖中。之后，警方虽然在男人家中找到那顶假发，检测出带有男人的 DNA， 但是身为检查人员的浩哥一眼判定他在撒谎，因为他供述的犯罪过程表面上说得通，仔细一想，根本经不起推敲。假设男人不是杀人凶手，那么他想保护的夫人和小儿子便成为杀死白宇的重大嫌疑人。于是兰姐设计叫来女人的儿媳温婉，想从白宇的母亲找到突破口。因为同样深爱着白宇，这让2个女人的距离越来越近。但不论儿媳怎么劝说，这个母亲依旧表现得十分冷漠，始终不愿说出白宇死亡的真相。直到温婉说出了一个重要物证：警察在车里找到了白宇的手机，他那天去接你们之前，已经提前打开录音了，他录到了您的声音。听到手机里收录到自己哼唱的童谣，这个母亲突破了最后的心理防线，大哭起来，终于答应说出白宇死亡的真相。一个家庭悲剧的诞生和家庭成员间的争斗密切相关。对于白宇的死，这个反派家庭成员的每一个人都逃不了干系。我会把事情的真相说出来。在白宇遇害的当天，老赵总妄想2兄弟能够相认，安排小儿子送同父异母的哥哥逃出国。谁知这对夫妻离开后，兄弟俩爆发了巨大冲突。小儿子一气之下将白宇推下楼梯，害怕被父亲发现，于是将白宇的尸体转移到汽车的后备箱。讽刺的是，沉浸在爱情中的母亲一如往常扮成帮男人走私犯罪的金发女郎，误以为车中是掌握自己丈夫犯罪证据的秦修文。在儿子醒来后呼喊求救之时，毫不知情的女人播放小时候唱给儿子的歌谣，将车沉入湖中，白宇只能绝望溺水身亡。当看见儿子尸体的那一刻，母亲就意识到是自己亲手杀死了儿子，于是想让所有间接害死白宇的人得到报应，这个报应也包括他自己。这是兰姐说出问询的技巧。刚才你听的那段录音，不是宋白宇死之前录的，是宋白宇手机里面以前录的你唱的这首歌。
真相终于大白，检察院给出判决：30多年的爱恨情仇、正义与邪恶的反复较量、迷雾重重的国宝失窃案，裹挟着的一团火终被一网打尽。在网剧真相中，我们看见了检察技术人员运用先进的专业技术手段，协助检察官突破疑难案件瓶颈，用全新的视角解读检察机关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重大作用。谎言难以掩盖真相，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